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们要介绍脑科学家中野信子女士的畅销书《不要努力论》。这本书深具启发性，希望大家都能完整的观看视频。你是否相信努力会带来回报？或者你认为这只是个谎言？想要知道努力是否真的会有所回报？或许自己正在努力，却看不到成果，只感到痛苦。在努力和天赋之间，你觉得哪个更为重要？如果你曾思考过这些问题，请继续观看视频吧。我相信你会获得对人生有所启发的见解。在当今社会，我们经常听到各种自我提升的研讨会，以及努力改变生活的说法，还有抗拒的论调。确实，通过努力开创人生，取得成功并不是错的。但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努力中隐藏的心理陷阱。如今社会不景气，个人工资也不见增长，没有足够的钱，甚至无法结婚。即使努力工作，也会被税收、保险费、养老金等各种费用消耗殆尽，感到无法满足自己的收入。你是否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努力不够？或许你会觉得天生的能力不足是无法改变的，但只要努力，或许能成功。持续不见起色的日子一直在延续，这完全是因为自己努力不够。你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是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作者称，这种想法是黑心企业经常使用的洗脑术，他们通过美化努力来剥削你。对于企业来说，能够请到愿意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费的员工非常方便，因为他们可以在不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要求员工加班完成任务。认真努力的员工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存在，他们可以利用成就感来剥削他们。作者是一位脑科学家，在研究大脑的过程中，他得出了一些关于人类天生能力和努力改变能力的知识。观察社会，他发现人们被迫进行毫无意义的努力，并因此被剥削。据说他注意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因此作者指出，为了炫耀或让周围的人认可自己的存在意义等各种借口而努力，这种努力已经过时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的人生将永远处于停滞状态。因此，作者警告说，如果你被别人的期望所左右，想要被剥削，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受到限制。他提出了与自我提升完全相反的主张，即尽可能的不努力生活。这本书的目的是让那些无意义的重复努力的人重新找回自己的本质。希望大家能通过本书基于脑科学的见解，正确理解努力，不被剥削，过上正确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视频中深入了解如何正确生活呢？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本期内容。第一章，我们将详细解释努力是否真的会有回报。第二章，我们将了解如何认识自己的才能。第三章，我们将深入探讨所谓的不努力而努力的含义。那么，让我们立即开始。第一章是努力是否真的会有回报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努力是否会有所回报？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往往会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做出判断。例如，如果一个人曾经通过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可能会得出努力会有所回报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一直经历挫折，从未尝到成功的滋味，他们可能会认为努力是不会有所回报的，因为他们缺乏成功的经验，所以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努力是徒劳的。但是，基于个人经验来讨论努力是否会有所回报，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努力是否会有所回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同时也受到周围环境和时机的影响。因此，听到有人在自我提升研讨会上声称只要努力就会成功，我们不应该轻信，务必记住这一点。关键在于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审视，即科学上是否认为努力会有所回报。现在让我们给出答案吧。努力是否会有所回报？答案是一半是真实的，一半是虚假的。为什么会是一半真实，一半虚假呢？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一点。首先，一半是真实的原因在于人体的功能。
人类通常并不会充分发挥出他们拥有的全部力量来生活，实际上只是使用了大约一半左右的力量，因为全力以赴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损伤。为了避免过度劳累，大脑会在真正达到极限之前就会设置一种刹车，如果不给自己留下一点余地，身体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也无法逃避危险，这会使我们处于危险状态。因此，大约使用80%的力量来行动，是生物自动保护自己的一种安全功能。脑部相对其大小而言，需要的氧气和营养量都异常巨大，因此大脑会尽量节省资源，避免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换句话说，大脑倾向于不去思考那些不必要的事情，也不去记忆那些不需要的信息。对于不实用的功能，仅仅维持它们也会消耗能量，因此大脑会不断施加压力，以减少这些功能。如果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思考，不去记忆，大脑就会变得无法记忆，无法思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负担，功能就会逐渐退化。人体也有这样的特性，这也适用于肌肉。如果不用，就会衰退。因此，这种不用就衰退的原理也适用于努力。如果不努力，我们的表现会逐渐下降。相反，那些努力的人会逐渐接近他们潜力的极限，因为他们付出的努力越多，就能发挥出更多的潜力。这就是所谓的努力会有回报。这部分并非虚假，而是事实。总之，我们的身体功能存在一个趋势，即不使用的部分会逐渐衰退。如果我们不学习、不运动，我们的大脑就会衰退，变得真的无法学习。同样，如果我们不锻炼肌肉，只是懒散的生活，我们的肌肉也会衰退。这就是为什么通过给自己增加一些负担，我们的大脑和肌肉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因此，努力会有回报这句话是一半是真实的。例如，假设你的大脑潜力是中等水平，如果你努力学习，养成每天思考的习惯，锻炼大脑，那么你的大脑可以发挥到10的水平。然而，如果你只是玩耍或整天看电视，你的大脑性能将被限制在2或3的水平，而不是中等水平。因此，给大脑适当的负担，让它能够发挥你中等潜力的最大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拥有相同的中等潜力，努力的人可以发挥中等水平的性能，而不努力的人只能发挥2或3的水平。因此，通过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理解努力会得到回报的观点。下面我想解释一下努力会得到回报这句话一半是谎言的含义。作者用以下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假设有人从不锻炼，而且厌恶跑步，那么如果他努力，能像尤塞恩·博尔特一样跑得快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博尔特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天赋，他拥有灵活且强壮的肌肉，适合快速奔跑，还有优美的骨架。当然，通过努力，这个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提高自己的速度，但要达到博尔特那样创造出杰出纪录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才能是由遗传决定的。也就是说，努力会得到回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此外，作者还提到考试成绩也是由遗传决定的。我们都知道，在体育方面有才能是显而易见的，但据说在学习方面，几乎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有适合应试考试的大脑。这是因为研究表明，对于应试考试而言，记忆力强的人往往能取得好成绩。因此，在当前日本的考试制度中，绝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记忆解决的。考试成绩更容易由记忆力优秀的人取得。希望大家能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有些人只需听课就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另一些人则需要熬夜刻苦学习才能勉强达到满分。这种情况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能够轻松取得好成绩的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的记忆能力非常出色。相反，记忆能力不太好的人就需要更多的努力，
要想超越那些只需听课就能得分的人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处理的同时，放弃这些事情，将全部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即使如此，也只会得到相应的成果。我们已经讨论了到这一点，努力是否会带来回报的永恒主题答案是一半真实，一半虚假。我已经解释了一遍，但有些部分可能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想用一些比喻来简单明了地解释一下。首先，关于努力会得到回报这句话，一半是真实的原因在于努力可以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潜力是中等水平，只要他努力，就能发挥到这个水平。相反，即使有中等水平的潜力，如果不付出努力，也只能达到这个水平，而无法实现更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努力会得到回报这一部分是半真半假的。另一部分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这种潜力实际上是由个人的才能决定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天生拥有中等水平的大脑潜力，有些人可能有双倍的潜力，还有一些可能只有30%的潜力。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有中等潜力的人努力工作，他就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力。但如果一个有中等潜力的人和一个有双倍潜力的人都努力工作，中等潜力的人永远无法赢过双倍潜力的人。然而，即使一个人的潜力只有20%，但如果他努力工作，他可能会发挥出7或8成的潜力。这样的话，他的成就可能会超过那些潜力更高但不努力的人。综上所述，努力会得到回报这句话一半是正确的，但另一半是错误的。希望通过这些比喻，大家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接下来第2章，让我们来讨论如何了解自己的才能。在理解了自己的才能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比如在舞台表演中，有一种被称为角色舞者的人，这些人虽然不是主角，但在舞台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有些人可能只想成为主角，结果却因此而感到沮丧。然而，设置自己生活中的评价标准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更适合成为角色舞者，而不是主角，那么选择成为角色舞者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是所谓的性格演员。尽管偶像型演员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并非每个演员都是如此。因此，仅仅根据外表评价一个人，与了解自己的适应能力、演技或存在感等策略并付诸行动的人相比，结果会有很大不同。归根结底，才能有无的关键在于是否了解自己拥有的适应能力，以及是否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没有才能的人，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评价标准可以随时改变，而在只有一个评价标准的世界中，才能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人可能只需要少量的练习，而有些人即使经过3年的努力，也难以达到目标。在面对需要3年努力仍难以实现目标的情况时，改变评价标准成为了关键。这时需要考虑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目标，比如先进入另一所大学，然后再通过研究生阶段进入目标大学。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由于研究生的学术考试相对简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最终的学历目标。如果觉得自己不适合参加学术考试，就要考虑改变评价标准，寻找其他途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是否仅凭一个评价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才能，并通过改变评价标准来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找到自己的才能，首先必须从承认自己拥有才能的前提开始思考。我要再次强调，不存在没有才能的人。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才能，那么就应该将这看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思考自己所处环境与自身素质之间的不匹配之处。自己讨厌的地方实际上也是自己的资质，可以将其替换为才能。很难接受自己讨厌的地方，
也可能想要改正它们，但意识到自己讨厌的地方是关键。举个例子，如果你发现自己非常懒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记住事情也非常重要。不能记住事情意味着你可以更快地忘记不好的事情，这也可以理解为具有快速从不好的经历中恢复的心理强度。因此，我建议大家列出自己讨厌的地方或不擅长的事情，并尝试将其转化为才能。接下来第3章，让我们将深入探讨所谓的不努力而努力的含义。作者主张尽量不去用力的努力生活是最重要的事情。比如理解自己的能力和能力不足的同时，观察身边人的适应能力，将自己无法胜任的任务委托给他人。这是人类能够生存并成功的一个关键战略。当然，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能力不足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培养识别他人的优点的能力也是必要的努力。然而，通过这种培养获得的能力绝不会白费。同时，除了培养识别他人才能的能力外，进行让他人乐意帮忙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所以在不擅长的领域，寻找比自己更能胜任的人，并委托给他们，是不努力的生活方式中的关键。为了激发拥有才能的人的积极性，作者认为需要不断夸奖他人，因为通过夸奖，人们会感到被理解、被倾听，甚至会发现自己不曾察觉的优点，这会让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培养起对对方的好感，进而愿意为对方行动。因此，不努力的努力可以说是通过识别他人的才能和优点，并善于称赞，将自己不能胜任的任务委托给他人的能力。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内容吧。不努力而努力的概念是通过认识他人的优点和才能，并通过赞美来寻求他人的帮助，来完成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觉得至少应该努力一下，因为在试一试之前，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具有潜力。当然，通过努力可以发挥潜力，但只有通过努力，我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定自己能走多远，才能真正理解潜力到底有多大。只有经历了一番努力，才能明白自己只能达到一个中等水平。到达那个地点后，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才能，就可以考虑止损了吧。我觉得可以先试一段时间，如果行不通的话就止损。这是能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启发，并且努力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努力才能达到自己的极限。所以我们至少应该尝试一下。如果只有一半的回报，那么付出努力也挺好的。大家有什么感受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